结束了丹江口之行，我又继续出发去浙江，继续寻找巨物。这一趟可真是累着我了。到一个钓点要走2公里的山路，到了钓点以后，我观察了一下地形，选择了一个靠近山体边比较陡有石头的地方，这里水很深，应该是守巨鲸的理想的场所。可3个小时过去了，我依然没有一口的动静。这时候我就到处观察，水面有翘嘴打水花的声音，我想不如还是钓一会儿翘嘴。于是我重新找了一个划间，这里水深也有7米，我刚开始从3米开始钓起，经过20分钟的诱钓，终于等来了第一个翘嘴。哇，大翘嘴半米啊！钓翘嘴重要的掌握的是一个节奏，我们每抛一竿一定要打一个小窝，只有不停的打窝，翘嘴才会来。其实有时候打窝比我们钓更重要。这样的翘嘴如果一天钓20条，比钓条大青鱼还贵一些，6磅。假如你一竿抛下去又打一个窝，等你的饵沉到你的钓点，也就是3米左右的时候还没有信号，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它拉起来，重新往下抛。抛下去以后，接着也继续打窝，每一次打都不用太多，打个10几颗、20颗玉米就可以了。打窝我们不要求抛得特别准，但至少要在浮漂的附近，即使不是那么集中也不要紧。一起风就来鱼了，翘嘴就是要起风，管它什么风。这个节奏过了刚才用这个。野钓中有时候惊喜来的太突然，不经意间一下中了一尾大的。这水面上一打花，刚刚一抛下去，轰！这肯定大一些，哇，这个好大，这肯定大一些。看到没？好大一个！野钓长竿钓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扬竿一定要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下一竿会是一个奶翘还是一个米翘，所以我们扬竿一定要轻一点，柔一点。如果你扬竿重了，来的是一个米翘，很容易形成拔河而切线。那不看，哎呀，终于了，终于了！由于掌控了较好的频率和节奏，最后翘嘴和边鱼连竿，总算弥补了我今天没有钓到大青的遗憾。钓或放流一直是我们所坚持的，当然放流还是带回家是每个钓友自己的权利，我反对网络暴力，尊重每位钓友自己的选择。不容易伤到这个翘嘴，哇，这个翘嘴。很多钓友问这个玉米该怎么挂，玉米就是这样，拿个钩，然后把这个玉米的屁股这里这1/3的位置从这里穿进去，就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从这里穿进去呢？主要原因是因为穿到这里，这个玉米是最结实的，我们这样拉都拉不掉，看到没有？这很大力。如果说你挂在前面这个位置，我们一抛竿，它可能很轻的力就掉了，所以我就挂在后面这个位置啊，这是第一。第二，挂上去以后，我们怎么来选择这个钩的大小？钩的大小就是要给人感觉就是这个钩子一定要比这个玉米大，只有这样情况下，它把这一吃，你就勾中它了。如果这个钩子很小，整个玉米就把它占满了，它一吃就容易没勾住，所以这个钩子一定要显得比玉米大啊。这是选钩和挂玉米的方法。这个钓翘嘴这个子线到底多长？我现在这个子线是这长的这一根大概有1.3米，短的这一根大概有1.15米，钩子有15公分左右。为什么要这么长呢？因为我们每一抛下去以后，而且飞前抛下去后，这个子线是这一子线下去，子线这个钩和玉米是在上面，然后它就会这样在水里慢慢飘，这样飘下去的。在这飘的过程中，它会模仿的那个我们打窝打下去的这个玉米一样，这样慢慢往水里飘。所以第一，这个飘的速度很慢，很容易让这个鱼接着容易接。如果那个子线太短了，它
一下子很快的速就下去了，鱼也看不到你这两个玉米漂，它也接不住，这是，所以这个子线一定要让它长。另外要配合的钩子要比较轻，习惯于用那个海西的钩子，海西钩子是比较轻的，只有它比较轻，它才会这样慢慢那样这样飘下去。别牛弄水库啊，一天7个小时，邓老师的钓货，280个豆，这个大我估计有300斤呢。有没有？哎200斤就是超了。记录目前那个水库的记录啊。有时候我们虽然采用了这个1米多长的子线，我们还会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飞铅。我们把它全部拉上来，一直拉到浮漂的这里来了。飞铅的目的还是那样，就是为了增加整条线的摆浮。我这现在用的是前飞铅，也就是说这个浮漂一入水就是这样的下去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整个下面的这一段主线和子线全部是在水面上飘着的。那整个飘下去，那么这两个饵，也就2个玉米飘的速度就是会更慢。什么是前飞铅，什么是半飞铅呢？就是当你觉得这个鱼特别高，就在水面上接的时候，我们接前飞铅。半飞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水深在6、7米，发现那个鱼的深度就在3、4米。3、4米，如果你前飞铅下去也能钓得到，但是它那个线慢慢的飘下去，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半分钟，甚至需要1分钟。这样的话时间太长，虽然更容易这个鱼接，但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这个每抛一竿下去不要打一点窝嘛，那么这个打窝的节奏就会变得慢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半飞铅。半飞铅的意思就是把铅拉下来一点，拉到中间，拉下来一点，就这个铅很快的移到下面去，然后再用下面的一节来进行摆，这样的话就很快能到达我们想钓着那个鱼的那个层次。这样节约一下时间，我们再去打窝的节奏也会变得快一些，这样的话钓鱼就会快一些。所以一般就是全飞铅和半飞铅2种方式。怎么样来找这个翘嘴所在的层次？我们一般的去钓这个水库的时候，都会找那个水库里面最深的位置，因为最深的位置那个翘嘴最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钓翘嘴在水库的时候都会去选择那个大坝的位置，因为大坝的地方的鱼多一些，而且翘嘴也大一些。但是如果说这个水库里面最深的就只有2米，或者是2米多一点，或者不到2米，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就是采用方式就是全飞铅钓离底，意思就是我们先会在上面一个钩上面加一个铅皮，然后找到底以后，我们再把浮漂往下拉10公分左右，这样来钓这个离底。所以全飞铅钓离底就只有这一个办法，钓水浅的地方。如果水深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我们会比如说这个地方有3米深、4米深、5米深、6米深等等，我们一般的都会选择从2米开始钓起，从钓的过程中再来判断这个鱼的层次。怎么判断呢？就是我们一边钓一边打窝，一边钓一边打窝。当你中鱼了以后，你会发现，如果这个鱼总是在这里接着了，那我们还是用2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采用前飞铅，让它在水面接，就一直这样钓下去就可以了。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上面都没有鱼，都是下面浮漂到了位置以后，等于是这个已经到了那个2米的位置它才吃，这就证明这个鱼可能在下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再钓深一点，把浮漂往上拉一点，钓到2.5米，或者更多的钓到3米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如果说鱼一直在下面，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半飞铅的方式，然后就一直钓下面，这样就可以了。这个甩大边其实很要技巧的，有的人一定要甩得很直，一定要在前面是一条直线。那么甩大边怎么甩呢？我们会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要往前，再往后，最后再往前，这是一个基本动作，它就会甩得很直。为什么有的人他会一下甩到左边，一会儿甩到右边呢？甩到左边是什么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往回一回的时候，如果回到右后方，你就开始出去了，这看到没有？它就直接往左跑，看到没有？如果我往后一回，
回过来，回到这后面来了，左后方这你再一打，哎，它就往右跑，就跑到右前方去了。所以你要想甩直，就尽量回的时候回到正后方，再一出去，它就很直。这是甩大鞭的一点，这是方向的问题。甩大鞭的这个发力该怎么发力？我们起的时候都要轻轻的。当这个饵刚刚一离水的时候，就加速往上去，然后再往前。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加速到什么情况下再开始往前呢？很多人就是在一加速还是飞了一半的时候，马上掉头往前一打，这个时候饵就是飞后马上开始飞前，这个时候它就会往下一掉头砸下去了，这样的话它就抛得不直，这个不直，那么你这个子线就容易缠绕，这是很多人碰到的一个问题。怎样让它避免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从这里开始往后的时候，后到一个什么情况下再往前发力呢？就是一定要后到这个飞往后飞的时候都是坠子在前，是不是？飞到后面去一带，然后这个饵到后面去了，坠子在中间，也就是说往后面也是一条直线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发力往前，这样的情况下打出去也是一条直线。如果你还在往后的时候，它这个坠子在这里和那个饵还没打成一条直线，你就开始回头，它打出去的也不是一条直线。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来以后开始发力，走到饵到后面去了，再开始往前，它就笔直，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甩大鞭是要技巧的，而且是揉着发力，并不是这样死命的。你像我这很大的力啊，这甩的好吗？不好，看到没有？坠子和那个饵都在一起，看到没有？它是揉着出去的，我们一定要往后，然后再往前，这样揉出去，看到没有？笔直的，这样揉着出去啊。这是甩大鞭，实际上是要一些技巧的。